据说4月份的荷兰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大片大片的郁金香花田，像各种颜色拼接起来的地毯一样铺满了田野。风车矗立在湖边，慢慢转动着，一圈又一圈，仿佛在讲述着几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街道上到处都是骑行的旅人，他们穿过一条条运河，此起彼伏的车铃声仿佛这座城市独有的背景音乐。童话般的各种风格的小镇，精致唯美，每一个房屋从设计到配色无不告诉人们，这里每一个国民都是一个审美在线的艺术家。这座城市美得不可思议，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觉得好像自己在一幅又一幅流动的油画中穿梭。这里是荷兰，一个在4月悄悄展开美梦的地方。在这4天时间里，我们将深入阿姆斯特丹的艺术殿堂，也会走进红灯区的霓虹灯下。我们将像当地人一样骑行30公里去触摸古老的风车，我们会驱车南下，闯入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花海，最后一路向北，在童话般的羊角村和震撼的星际堡垒中迷失。我是 JJ， 欢迎收看我的旅行日志。故事要从纽约时间2025年4月14日说起。我的好朋友夏威夷小恐龙突然问我要不要去荷兰看郁金香。出于对这位旅行达人的信任，我不假思索当场买票。几个小时后，我就坐在了肯尼迪机场的候机厅。经过了7个多小时的飞行，阿姆斯特丹时间4月15日的清晨，飞机降落在史基辅机场。从机舱窗口望去，那一块块五颜六色的花田，和我电影里看到的简直一模一样。Thank you. Bye. 一路来到移民局，入境很顺畅。移民局官员例行问了来干嘛、去哪里、待几天，就直接盖章放行。我是从这儿出来的。我离这儿老远了，我从6号出来的。我从这儿出来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我那儿人还挺多的。我感觉比纽约干净啊。那你觉得干净太多了呀？我感觉全球比纽约脏的地方也没几个。挺难找的。离开机场，我们直奔这次的大本营 Corendon Amsterdam Schiphol Airport Hotel。我们订的是一个双人床的房间，一共住了4天，总共花费950美元。放好行李，我们从酒店直接打车前往阿姆斯特丹市区。走上街头，我的第一感觉是这里和北美太不一样了。北美就像一个什么都大一号、旧一号、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欧洲，而欧洲就像一个更精致、更小巧、更注重外表和形象的北美。这里所说的注重外表，不仅是人的穿搭，更是对环境的打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从城市到乡村，你都会发现每个房屋的拥有者都像是一个追求极致细节和审美的艺术家，把自己的房屋修缮得干净、整洁、漂亮，富有艺术气息。街上的汽车几乎清一色都是小排量环保车型，人们也都看起来更精壮和苗条。说到身材，这不得不归功于全民骑自行车的文化。走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你会发现街头巷尾摆满了停靠路边的自行车，几乎每条路都有专门的自行车道，而自行车道的宽度甚至跟汽车道差不多。第一站，荷兰国立博物馆。我一直认为来欧洲一定要去当地的艺术博物馆。欧洲是人类艺术的发源地之一，这里的绘画、雕塑、古董，每一件都承载着古老的故事。我们读书时期在课本上学到的那些时代的艺术品，当你真正身临其中，摆在你面前，还是让人感到很震撼的。作为摄影师，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伦勃朗的作品。他被评为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也是摄影师心中的大神。人物肖像摄影通用的伦勃朗光就是以他命名的。博物馆很大，建议大家至少预留半天时间慢慢逛。从博物馆出来，旁边就是梵高博物馆。
遗憾的是，这里不接受现场买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我们只能在市区简单逛逛。哎，这边是不是吃饭不用小费？要么是不给，要么给10%左右。晚餐吃了一顿意大利餐，2个人60欧元，我习惯性给了10欧元小费，服务生非常感谢。如果是在美国的话，这么大一圈。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在欧洲根本不需要给小费，他们没有这种文化。第二天清晨，我们决定像个当地人一样骑行。我们找了一家车行，报了个半日团。这里的费用大概是每个人100美元左右，包含租车和领队的费用。这次行程全程超过30公里，所以我租了一辆带电池的助力车。我们一路穿梭，来到中央车站后面的轮渡码头。轮渡是24小时运营的，白天15分钟一班。领队告诉我，这轮渡20世纪就开始运营，最初是为了方便工人往返造船厂，现在已经成为连接南北两岸的重要枢纽。在这里，我把这次整个阿姆斯特丹北岸骑行路线图分享给大家参考。如果您一个人骑行，可以考虑这条路线，打卡这几个景点。到了北岸，穿过一片宁静的居民区，我再次感叹，荷兰无论是基建还是房屋打理，都远比美国做得更好。每一个荷兰人仿佛都是完美主义强迫症，要把美做到极致，而粗犷的美国人则更在意自由自在。这也侧面反映了国际分工，严谨的欧洲人把工业做到极致，自由的美国人把创新做到极致。穿过田野，我们见到了 Twisk 风车。这座建于16世纪的老风车至今还在工作。管理员大爷介绍说，风车最重要的功能是排水。荷兰1/3国土低于海平面，没有这些风车把湖泊沼泽的水排走，我脚下的路就是大海。当然，它们也用来磨粉、锯木、榨油，甚至可以住人。我们继续北上，来到著名的风车镇。湖面波光粼粼，风车缓缓转动，空气弥漫着芳草的气息。但我注意到路上的行人很多都不是荷兰本地人，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其中华人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很多人都是从周边国家开车过来的。我们走进一家木鞋工坊，在这里我搞懂了为什么荷兰人穿木鞋，因为以前这里沼泽多，地软，穿木鞋反而不觉得硬，而且防潮防雷。后来工业化，大家走水泥地了，木鞋就不适合走路了。我们骑行的终点是赞丹，一个被称为乐高小镇的地方。看着这些酷似积木的建筑，行走在交错的桥上，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乐高小人。连沙皇、彼得一世和莫奈都曾住在这里。乐高小镇地方不大，逛一圈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离开了。回到市区，交还了自行车，我们好好探索阿姆斯特丹市的市中心。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以中央车站为中心，呈扇形向外延伸。我很建议大家从运河区开始漫步。这里被誉为北方的威尼斯，3条主要的运河交错着许多石桥和精美的联排建筑，构成了一幅充满历史韵味的城市图景。2010年，这里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接着，我们走到了达姆拉克大街，这是市中心最繁忙的主街，连接着火车站和水坝广场。街道两侧保留了典型的荷兰窄楼建筑，部分建筑直接面向水面，展现出水上城市的风貌。在不远处呢，就是水坝广场了，阿姆斯特丹的心脏。广场上游客众多，非常热闹。附近矗立着许多标志性建筑，比如阿姆斯特丹王宫以及纪念2战牺牲者的国家纪念碑。
我们现在来到哪里了？不要大声说话啊！这是红灯区。当然，来到这里不得不提那个充满争议的区域——红灯区。它位于老城区中心，离水坝广场不远。历史上虽然遭到打压，但是2000年荷兰政府正式将其合法化。这里的工作者都是纳税的自由职业者，受法律保护。这里融合了文化、历史和娱乐，包括各种性博物馆、酒吧、咖啡厅。虽然文化开放，但管理严格。到了深夜，警方会例行在这里巡逻，而且还配备了大量的监控。特别要注意的是，到了深夜，当工作者们进入橱窗后，这里是不允许拍摄的。最让我惊讶的是，我看到很多西方的家长带着未成年的孩子也在这里漫步，这在保守的亚洲家长看来无法想象，但是在荷兰，这似乎就是生活教育的一部分。晚上我们去了这家网红餐厅，谷歌评分4.5分，将近4000条评价，香嫩软烂的烤猪肋排，脱骨多汁。外皮酥脆，里面香糯的炸肉丸，以及肉丸土豆泥。想吃这口呢，一定要在网上提前预约，不然很难等到位置。这顿丰盛的晚餐，我们2个人总共花了155美元。考虑到口味和名气，这个价格在欧洲网红店里还算合理。你带护照了吗？护照带了。第3天也是此行的高光时刻，我们要去看郁金香。我们租了车，一路向南。这里租车不便宜，每天240美元，油价呢更是美国的2倍。最有意思的是加油，美国是先付钱后加油，荷兰呢是先自助加油后自觉付钱。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在荷兰加油，直接插进去直接加油可以，就这么简单。加满之后，我们一会儿去旁边的 shop 跟前台说一下，我们这里是几号，已经满了。然后拿好银行卡，去旁边有一个 reception， 把卡给 reception， 然后说几号油，几号枪，然后付款就完事了，很简单。以前一直听说在欧洲很多路是不限速的，欧洲人开车也非常快，但实际开下来给我感觉是欧洲人开车的习惯、交通法规和车流速度几乎跟美国没有区别。这个确实很震撼啊！好像确实荷兰算是最大的一个风力发展的国家。我们开车来到库肯霍夫公园，我们先租了辆自行车，选了条15公里的路线。这一段真的是美哭了，成片的花朵在春风中摇曳，红的热烈，黄的明亮，粉的温柔，紫的深沉，像流动的彩色海洋，一直延伸到天边。风从耳畔掠过，带来花香与泥土的气息，仿佛整个春天都在随车轮滚动。走进公园内部，32公顷，大概45个足球场那么大，700万株花卉，郁金香、水仙、风信子交织在一起。单单郁金香呢，就有800多个品种。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花园，也是荷兰春季最极致的视觉盛宴。荷兰2战的时候参战了吗？荷兰，没印象。逛完公园，我们开车来到海牙吃晚餐。
临近傍晚的海牙，街上人不多，有一种典型的北欧式的孤独和冷清。应该参战了，因为他二战的时候德国都把北欧都打完了。二战唯一没参战的就是瑞士。我们找到了一家当地的餐厅，前菜是面包蘸橄榄油，味道偏甜的烟熏旗鱼配蓝莓酱起司，主菜是意大利饺子、通心粉和炖羊肉。其实每到一个地方，寻觅美食都是最重要的环节，但随着整个世界大城市联系越来越紧密，坐在海牙的餐桌上吃着这熟悉的味道，我突然有一种恍惚感。这种摆盘、这种流程、这种味蕾体验和我在纽约、在伦敦吃到的西餐几乎大同小异。全球化让我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像，也许唯一的区别只是价格和窗外的风景。Booming bay, booming bay, bouquet。第4天清晨，为了避开人潮，我们一大早驱车前往很多人的梦中情村羊角村。从阿姆斯特丹开过去大概1个半小时，窗外的景色也从城市变成了低矮的农舍。到了羊角村，第一件事就是租一艘电动船，租金呢大概是62美元。对于这个体验来说非常值。为什么别的字都是正着的，中文要倒着呢？因为他也不知道这是倒着的。确实啊。当小船划进河道，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作为华人，看着眼前流水穿过的古老的木桥，我很难不联想到这句诗词，也很难不联想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但不同于江南的那种烟雨朦胧、白墙黑瓦的水墨画意境，羊角村更像是一幅色彩明艳的西洋油画。这里的房子有着标志性的芦苇编织的屋顶，像戴着毛茸茸的帽子，厚重又可爱。在村子里漫步，感觉只有一句话：不真实的治愈。每家每户的庭院都修剪得一丝不苟，没有汽车轰鸣，只有鸟叫声。哪怕只是坐在路边发呆，都觉得时间变得很奢侈。自己给弄个护城河，自己挖的护城河。你看那边就不需要再围起来了。对，跟美国唯一的区别是你不小心闯入了会被人赶走，但是美国的话有可能被爆头。傍晚前，我们开始驱车回城，途经了一座叫阿尔梅勒的小镇，这里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和羊角村的古老不同，这里非常年轻，是填海造陆出来的新城。走在街头，我仿佛穿越回了纽约的皇后区，这里明显更加多元化，印巴面孔、中东面孔随处可见。这种包容和多元化让我看到了风车和郁金香之外，一个更真实、更现代的荷兰。在荷兰吃了几天冷食和精致西餐，我的北美胃突然犯了。我们在镇上找了一家美式烤肉，这是排骨啊。对。里面还挺多汁儿的。哇哦 Meats, of course. 这一顿牛排大餐我们花了150美元。当这块厚切牛排端上来，那熟悉的炭火焦香直接击中了灵魂。像他们这儿摆盘都比美国精致。一刀切下去，外焦里嫩。虽然身在欧洲，但这口肉下去，感觉离家近了不少。我们吃饱喝足，继续往回开。快到阿姆斯特丹时，经过了一个叫纳尔登的地方。听说这里从地面看平平无奇，但是在天上却别有洞天。于是我拿出了航拍机，升空的那一刻，我被震撼了。这是一个完美的六角星形堡垒，双重护城河像绿色的丝带一样层层包裹着小镇。这是17世纪防御工事的巅峰，也是数学与建筑在战争中的极致浪漫。4月19号上午，我要去赶飞机了。
坐在去史基辅机场的大巴上，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这4天的记忆开始像电影一样回放。这趟荷兰之行始于一张冲动购买的机票，却终于一份沉甸甸的思考。作为习惯了北美生活的游客，荷兰给了我一种全新的生活样本。这里的人把日子过成了艺术，他们严谨到连风车排水都算得很精准，他们又自由到红灯区和教堂比邻而居。旅行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你要去哪里，而在于当你回来时，你能用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你习以为常的生活。我是 JJ， 感谢你陪我看完这趟荷兰深度游。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个目的地见。